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硫磺藻如何分辨？教你几招让硫磺藻立马现形。这些宝贵经验要收好。你是否在购买藻时，担心买到硫磺熏制的藻？光鲜亮丽的外表下，可能隐藏着化学加工的风险。硫磺熏制的藻虽然外观诱人，却会残留有害物质，长期使用影响健康。别担心，今天我将分享几个辨别的方法，帮助你轻松识别硫磺藻。掌握这些技巧，轻松避开选购陷阱，守护家人饮食安全。第一点，看红枣的肤色。一般自然风干的红枣，果皮呈暗红色，外观相对简单。相比之下，经过硫磺熏蒸的红枣，则颜色鲜亮，红色诱人。在市场上，我们常常会看到红枣有两种不同的颜色表现，一种是非常鲜艳、明亮的红色，另一种则是暗红色。许多人可能会下意识地认为，红枣的颜色越鲜艳，说明它越新鲜，因此更倾向于选择亮红色的红枣。虽然有些观点认为红枣的颜色与其品质无关，但实际上这并不准确。在挑选红枣时，我们应该选择那些颜色较暗红的红枣，这是因为这种颜色的红枣通常成熟度较高，因此甜度也会更好。相对而言，颜色较浅和鲜亮的红枣，口感往往不如暗红色的红枣，甚至可能不够甜或缺乏味道。无论选择哪个品牌的红枣，建议尽量挑选颜色呈紫红色或深红色的。这种颜色的红枣通常能保证更好的口感和品质。如果你之前购买的红枣味道不佳或不甜，不妨试试选择颜色较深的红枣，相信你会发现明显的区别。第二点，闻一闻它的气味。优质自然的红枣，将其撕开后，靠近鼻尖轻嗅，便能感受到浓郁而甜美的枣香。气味清新自然，没有任何刺鼻或异味。这种香气中蕴含着丰富的挥发性醛类、酮类等化合物，是新鲜度和品质的象征。而硫磺枣，当我们凑近闻起来时，对于嗅觉敏感的人来说，会感受到一种刺鼻的气味；对于嗅觉不灵敏的，也能隐约察觉到这种不悦的气息。这个气味有些像燃烧后火柴的硫磺味，或者是酸酸的化学气息，这是由于二氧化硅的挥发所造成的。气味越明显，说明其浓度越高，因此被硫磺熏蒸过的可能性也就越大。第三点，那就是看红枣的果肉了。我们把红枣给它掰开来看看。正常的红枣果肉呈淡黄色或深黄色，肉质非常紧实，散发着浓郁的果香。然而硫磺枣则截然不同，它的颜色偏白，看起来不自然，且显得干瘪，肉质松散，散发出刺鼻的酸味，甚至还有硫磺的味道。这种红枣显然是有硫磺添加的，绝对不值得购买。第四点，挑选红枣时，我们可以撕开一个尝尝味道。经过硫磺熏制的红枣，常常藏着难以忽视的独特口感。当牙齿咬破果肉的瞬间，首先感受到的或许不是自然的甜润，而是一丝微妙的酸味，像是未成熟果实的青涩感，却又多了几分刺激。细细品味时，还能察觉到一股淡淡的酸腐味，似乎混合着化学药剂的气息。这种味道并非源于红枣本身的糖分发酵，而是硫磺熏蒸后残留的二氧化硫与果肉反应生成的亚硫酸盐在作祟。优质的自然晾晒红枣，果肉紧实饱满，咬下去时能感受到柔软的嚼劲，第一口浓郁的甜香在舌尖绽放，甜度醇厚却不腻。细细品味中，还能感受到一丝淡淡的枣香回甘，没有任何杂质的干扰。第五点，看皮肤皱褶。自然风干的红枣在阳光下晾晒后，表皮的水分会逐渐减少，导致红枣的整体外观变得皱巴巴的。
而一些红枣则是经过硫磺熏制的。这种红枣需要特别注意，由于没有经过太阳的照晒，它们的表皮通常保持光滑，有些甚至没有皱纹，表面光滑如蜡。通过这一特征，我们可以轻松区分硫磺处理的红枣。正常的红枣，无论是哪一种品种，表面都应该是皱巴巴的，绝对不会出现非常光滑的情况。当我们在超市或者是其他的杂货的店铺购买红枣的时候，如果看到某个红枣的表面比较光滑，基本上没有皱褶，就要特别注意了，这种红枣很可能是硫磺枣，不建议大家购买。而正常的优质的红枣，其表面的皱褶是非常明显的，这一点很容易区分。相信大家只要记住这一点，在选购的时候就能够避免踩坑了。除了这几个方法之外，还有一个更棒的方法，将红枣撕成小块，直接放到杯子里面，然后加入温水或开水进行浸泡。我们在检验的过程中，其实呢，我们只需使用平时喝的温水来浸泡即可。接着用筷子搅拌，帮助红枣与水充分融合。如果时间充裕，可以浸泡几分钟；如果时间较短，就用筷子多搅拌一会，搅拌上1到2分钟的时间。我们来观察一下水中的颜色。如果水的颜色没有变化，那可能是因为它受到硫磺的影响。如果水变成浅黄色或更深的颜色，那就说明这是正常且优质的红枣。这个方法既简单又有效。红枣有许多用途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，因此在选择红枣时，我们需要格外注意，千万不要购买硫磺熏制的红枣。那么如何辨别硫磺枣？你学会了吗？虽然现在红枣的价格相对便宜，但我们仍然需要选择天然的挂果晾晒的红枣，这样它们的营养价值最高，口感也最好。硫磺熏制的红枣不仅不耐储存，而且在食用时缺乏营养和甜味，甚至可能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造成影响。购买这些红枣不仅浪费钱，还可能损害健康。所以下次购买红枣时，请擦亮眼睛，谨慎选择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